最近越来越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主力 AI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压在 ChatGPT 上？其实现在 Cloud 的热度、下载量和关注度明显的正在往上走，甚至一度在 App Store 免费榜超过 ChatGPT。也就是说，这不再只是模型分数的竞争，而是整个平台路线、商业模式、生态能力和工作体验的竞争。今天这支视频，我不是单纯要跟你聊 Cloud 好不好用，我要带你看3件更重要的事情。第一，为什么越来越多重度用户和团队开始把 Cloud 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第二， Cloud 生态里那些大多数人根本没认真看过的工具到底强在哪里？包括 Cloud Chat、Cloud for Chrome、Cloud Cowork、Cloud Code。第三，如果你现在已经在 ChatGPT 或别的 AI 里累积了很多上下文、记忆、项目和习惯，怎样把这些东西尽量平顺地迁到 Cloud， 而不是从零开始？你好，我是 Terry Ong。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选主力 AI 比起 ChatGPT、Claude 可以是选择之一呢？因为这件事不能只看谁回答得快，或者谁今天排行榜高一点。你选主力 AI， 本质上是在选一个以后会深度进入你工作流、团队协作、公司运营，甚至你思考方式的底层系统。你要押对码，因为你一旦真的把某个 AI 放进日常核心位置，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你运营方式的一部分。Anthropic 现在已经不是只靠一个 Claude 聊天窗在竞争。你去看它的官网，已经明确列出了 Claude、Claude Code、Claude Code for Enterprise、Claude Cowork、Claude for Chrome、Claude for Slack、Claude for Excel、Claude for PowerPoint、Claude for Word、Skills 这些能力。这代表什么？代表它不是在做一个会回答问题的模型，它是在做一整套围绕真实工作场景的 Agent 的生态。接下来第二点 ，Claude Chat。很多人会觉得Claude Chat 不就是另一个 ChatGPT 吗？换个名字而已。其实不是的。先讲 Memory 和上下文，不是 Context Window 一样大，体验就一样，就像2台一样排量的引擎，不代表开起来就是同一种车。因为用户感受到的从来不是 token 有多大这种抽象参数，而是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抓住重点，有没有持续保持相关，有没有越聊越飘。Claude 已经被确认有 memory， 而且 memory 是可控、可关闭、可管理的。Claude 在相近的上下文规模下，常常更锐利、更相关，而 ChatGPT 更像在不断往墙上丢东西。这是一种主观体验判断，但它跟 Claude Memory 的产品方向是对得上的。再讲 tonality， 也就是语气和质感 ，ChatGPT 常常像是在给你一个答案。而 Claude 更像团队里那个真的会写、会想、会整理的人。这个我不会讲成绝对事实，因为这是很强的体验判断。但 Claude 确实一直以来在写作、长文组织、框架感和语气控制上的口碑很强。Anthropic 最新对 Sonnet 4.6 和 Opus 4.6、4.7 的介绍，也都在强调他们在真实工作流、复杂请求、代码与写作结合这类任务上的质量和稳定度。也就是说 ，Claude 不只是会写，而且越来越会用框架思考。接下来第3点 ，Cloud for Chrome 这块非常关键，因为这里开始把 Cloud 从聊天工具推进到浏览器里的执行层。这个工具暂时不是所有浏览器都支持，所以干脆用 Chrome 就好。Anthropic 在2025年公开介绍过 Cloud for Chrome， 当时还是 Pilot 阶段，但到了2026年 Cloud for Chrome 已经被放进 Anthropic 官网正式产品导航里。这代表它不再只是实验概念，而是已经进入 Anthropic 的产品生态。你装上扩展，连上 Cloud 的账号，右边会出现一个小面板，它看到你看到的东西，知道你在哪个页面，也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叫它处理当前页面里的任务。你打开 email， 可以让它处理整串邮件。你在 Amazon 可以叫它帮你找到2步验证并打开。它会在页面里替你找位置、走流程，甚至它可以去 Slack 把没回的消息筛出来，帮你起草回复，再把这些回复存进一个 spreadsheet， 方便你之后回头检查自己说了什么。这里我要说明，像 Slack 这类网页执行能力，现实中会受页面权限、账号状态、站点结构影响。
不是所有网页、所有动作都100%稳定，但是主要给你了解的是 Cloud for Chrome 的确在把看网页和替你在网页上做事这两件事慢慢合并。你还可以录下自己在浏览器里做一个流程，比如处理邮件、做项目管理、整理 Slack， 然后 Cloud 会把这个流程记录下来，整理成 SOP， 让别人照着做，或者未来交给 AI 自己做。它把复杂工作拆成可复用技能，让 Agent 在现实世界里能重复这些动作。所以这里不是在讲一个炫技功能，讲的是 Cloud 不是只看懂你怎么做，它开始学会把你做事的方法抽象成可以复制的流程。如果你现在要照着做，很简单，你先打开一个竞争对手网站，然后点 Cloud 的浏览器扩展，把右侧面板打开，接着直接对它说，帮我把这个页面上的 pricing、features 和 positioning 全部抓出来。它会先读页面，再把这些内容整理给你。如果你要做完整竞品分析，那你就再开第二个、第三个竞争对手页面，也让它跑一遍。最后你再告诉他，把3家的结果整理成一张 comparison sheet。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流程录下来，让 Cloud 下次按同样步骤再做。过去这种事可能要你花半天，现在很可能几分钟就做完了。接下来第4点 ，Cloud Cowork。Cloud Chat 和 Cloud Cowork 要区分得很清楚。Chat 是你跟他对话，他只有在你 prompt 的时候才会回。Cowork 则是一个在你电脑上替你做事的 agent。Anthropic 现在也明确把 Cloud Cowork 列成正式产品项，他们确实在把 Cloud 往桌面级工作代理这条路推进。Cowork 不只是在浏览器里行动，而是能在你的电脑上开 App、整理文件、从不同来源拉信息，再在本地做分析。他甚至还提到可以设 schedule， 让它自动跑。这个方向跟 Anthropic 整体的 agent 化路线是高度一致的，从只回答问题走向在你设定好的环境里持续执行。比如你现在手上有几百页旧的 slide， 你可以直接把那个资料夹给 Cloud Cowork， 让它先分析过去的 slide， 再根据一个新的 outer link 自动生成新演讲用的 slide。 它会去找图片、放文字、重组结构，因为它能读整个文件历史。这个案例的重点不是做 slide 好酷，而是很多你以前习惯从零开始重做的事，其实你早就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可以让 AI 学习。你不是没有素材，而是以前没有一个真的会去读这些素材，再自动做出第一版的人。再比如每个星期一的团队 weekly update， 如果你现在要照着做，你可以这样：打开 Cowork， 然后直接说把我 Project Docs 里最新的更新拉出来，他会去找文件，自己判断哪些是项目文档。接着你再说把重点总结出来，然后发一份 recap 到 Slack， 他会把 summary 写好再发出去。如果你把这个动作设成 schedule， 那原本每个星期固定都要做的一件10分钟的任务就会自动跑。AI 的重点不是你继续自己做，而是你开始学会指挥它做。接下来第5点 Cloud Code， 这是给 technical 人看的，给程序员、技术人员看的。但其实在 Cloud Code 你根本不需要会写代码。Cloud Code 是一个 agentic coding system， 可以读你的 code base， 跨文件修改、跑测试，最后甚至交付已经 commit 的代码。更重要的是，对没有工程背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以前不存在的软件构建入口。也就是说，你不用会写 code， 也能叫 Cloud Code 帮你把东西做出来。过去你如果要做一个内部工具、一个 landing page、一个小型自动化，或者某个业务专用脚本，你通常要找 IT 人员或者工程师来来回回沟通、修改、debug， 还得花很多钱。但 Cloud Code 则是你用自然语言把需求讲清楚，它就帮你去建立，不对的话你再让它改，坏了的话你就直接告诉它不 work， 操作不了，让它自己去 debug。 Cloud Chat、Cloud for Chrome、Cloud Cowork、Cloud Code 是一个生态，不是4个零散的产品。它自己的工作流是先在 Chat 里做 ideation， 再用 Chrome 研究和收集，再用 Cowork 执行自动化，再用 Code 构建定制工具。重点不是哪个产品最强，而是怎样把这些能力排成一个真正能持续运作的系统。我举个内部培训的案例，有间公司的老板停掉整个公司2天，让100个员工全部来学 Cloud Code。
请人进来做配置，分小组，挑真实业务问题，现场 build 的工具。最后很多小组做出来的东西，几乎已经把自己原来的工作大半自动化了。Claude Code 不是只给工程师拿来写很厉害的东西的，它是可以直接进业务系统的。这2天的成本很高，但回报可能是3倍，甚至还顺手把很多核心业务问题解决掉了。再来 ，Claude Code 也可以帮你快速搭建 landing page。如果你现在要照着做，你可以直接打开 Claude Code， 然后告诉他帮我做一个 coaching business 的 landing page。我的 offer 是6个星期，目标客群是想用 AI 自动化提高企业内部效率的企业主，价格是5000块。页面里要有 headline 3个好处 ，testimonial 的部分，还有 sign up 的按钮。接着你停下来看它开始生成页面。页面出来之后，如果你不喜欢风格，你不用去找设计师，你继续说一句，把它重新设计成专业但又科技的那种感觉，它就会重做设计。过去这一整套东西找人做可能要花5000到1.5万，现在你至少能先拿到一个已经非常接近可用的版本，而且你控制它的方式是自然语言。如果你看着它做，还是觉得自己不懂技术，那就直接告诉他，假设我是一个非技术人员，而且我现在很困惑，请你一步一步解释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他会解释 Claude Code 不只是帮你 build， 他还可以顺便把你带起来。讲到这里，你其实已经看到全图了，那就是 Chat、Chrome、Cowork、Code 这4层加在一起，才是 Claude 可以成为主力 AI 的原因。但是大多数人现在真正卡住的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迁移成本太高。所以第6点就是 make the switch。很多人不愿意换主力 AI， 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舍不得过去几个月累积下来的语气、项目、背景和上下文。我们都会想 ChatGPT 已经知道我怎么写，我公司在做什么，我的习惯是什么，现在全部重来太麻烦。其实做法很简单，我们可以去 Claude 里找 capabilities， 然后选 import memory from an AI provider。Claude 会给你一段预写好的 prompt， 你把它复制到 ChatGPT 或别的 AI 里，让旧 AI 把它知道你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然后你把那段输出贴回 Claude， 再加进它的 memory， 这样你原本在旧工具里累积出来的偏好和上下文就可以比较平顺的迁过去。接着你可以把 Gmail 和 Google Docs 接上，再叫 Claude 根据你最近发出去的邮件和文档，帮你创建一个像你一样写的通感，并且保存成一个 skill。不要把 Claude 当 backup， 不要只是顺便试试，你就拿1个星期的时间把它当主力，不是拿来做简单小事，而是把最难的问题、最复杂的任务、最需要深度输出的东西都直接丢进去，然后1个星期之后再回来看到底变了什么。这个挑战本质上不是叫你盲目换平台，而是在逼你停止那种永远旁观、永远不真正切的状态。因为很多人不是不会选，而是不敢真正去 commit。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用的是 AI 智能，但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其实更像 AI 智障。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把 AI 当成问答工具。今天问一句，明天改一段，后天再复制一点代码，看起来很忙，实际上只是把 AI 用成了一个高级搜索框。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先知道一个新模型，而是谁先把这些能力排成系统。Claude Chat 帮你想 ，Claude for Chrome 帮你在浏览器里执行 ，Claude Cowork 帮你在电脑上持续做事 ，Claude Code 帮你把想法变成真正能跑的工具。再加上 Memory、Skills 和 Connectors， 这已经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开始替你工作的生态。如果你想摆脱低效的忙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为你省时间，也为你放大能力的系统，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Terry On，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